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聊 OpenAI 最新的影片生成模型 Sora 2。这东西最近实在太红了，尤其是有一个新功能，就是可以让你本人客串 AI 影片，哇，引发超多讨论的。你可能已经在网络上滑到一些让人眼睛一亮的 AI 影片了吧？说不定还看过那个传闻中用 Sora App 做的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在台北逛夜市的片段，这些都跟我们今天要谈的 Sora 2有关。我们这次就帮你整理了好几份资料，有比较深入的技术分析，也有科技媒体的报道，然后还牵扯到一些法律观点，还有关于 AI 伦理和法规的讨论。对，等于是从技术应用到争议，想说一次帮你把它摸清楚。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了，就是帮你厘清 Sora 2的技术到底进化了多少，那个独立出来的 Sora App 是在玩什么花样，还有为什么一个叫做角色客串，英文叫 Cameo 的功能才刚推出来就闹上了法院。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核心来拆解一下这个 Sora 2。跟上一代比，这次到底新在哪里啊？听起来好像不只是小改款哦。的确不是小改款。根据 OpenAI 他们自己说的，还有我们看到的一些资料来看呢，Sora 2的升级，真的蛮有感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亮点，我觉得是它生成影片的时候，更懂得遵守所谓的物理法则了。哦，物理法则，这点很有意思诶。以前的 AI 影片有时候会有点超现实感，就是为了完成指令，常常会牺牲掉那个合理性，像是东西突然不见或跑出来。对对对，完全正确。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资料里面有提到，就是以前用 Sora One 做那个篮球影片如果指令是投篮得分，就算球员手出，明明看起来没进，下一秒那个球可能就瞬间咻一声就跑到篮筐里了。哈哈，就是硬要得分，对不对？对，就是硬要完成指令嘛。但 Sora 2就比较不会这样硬来，它会更真实的去模拟那个球打到篮板，然后反弹的那个轨迹。哇，那听起来聪明多了。可是要让 AI 去理解这种物理世界的规则，感觉很难呢。那个提示词就是 prompt， 要怎么下啊？这个就是关键了。有技术文件特别强调，提示词需要更精确，要用很具体的动词，还要给它一些物理上的约束条件。比如说，不能只说球弹开，可能要用到像是钢体碰撞啦、保持动量反弹这种描述。哇，甚至可能要具体说明那个材质的接触面，比方说橡胶材质的篮球跟玻璃材质的篮板接触。等于是在教 AI 上物理课。没错，没错，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样使用者好像也要更懂物理才能下好指令，这个门槛感觉提高了。对，这是有可能的。那影片的连贯性呢？以前看 AI 影片，常常觉得那个角色或场景变来变去很不稳定啊。对，你说到重点了，时间连贯性，还有那个多镜头之间的控制，一直以来都是影片生成模型的一个大痛点。那 Sora 2是宣称在这方面有蛮显著的改进，说更能维持同一个物体在不同镜头下的状态，或者说故事讲起来前后逻辑会更一致。虽然 OpenAI 还没公布很详细的技术论文啦，但大家推测可能跟它采用的那个 Diffusion Transformer 架构有关。那个 Diffusion Transformer 架构。对，就是把时间和空间看作一个个区块来处理。这可能有助于理解比较长期的那种依赖关系啦。那实际在做影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克服这个难题啊？实务上有专家建议啦，可以设定所谓的状态检查点。状态检查点。对，比方说，你明确定义第一段影片结束的时候，人物在哪里做了什么，然后在生成下一段的时候，就把这个状态当作起始条件。另外一个方法是用比较短的片段，大概6到12秒这样分段去生成。然后利用那个重叠的部分，巧妙的把它们拼接起来，
同时尽量保持摄影机的风格一致，这也是维持连贯性常用的方法。不过说实话啦，这方面其实所有的模型都还在努力当中。Sora 2能有进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了解。那除了画面，声音也很重要吧？我看资料有提到说，Sora 2还有那个 Google 的 Veo 3都特别强调影音同步。没错没错，这是另外一个大进展。Sora 2和 Google Veo 3都号称能同时生成包含对话啦、背景音乐、环境音效的那种完整的影音内容。哇，那这样对创作者来说真的方便很多。对啊，是啊，帮助非常大。以前可能要先生成画面，然后再花很多功夫去配音、配乐、做音效。现在 AI 如果能直接帮你搞定，等于是说那个后置门槛就降低很多了嘛。对，而且影片的沉浸感应该也会提升不少。没错。所以总结来说 Sora 2就是物理模拟更真，时间连贯性更好，影音能同步，而且整体来说对比较复杂的指令，它的理解和风格控制能力也提升了。大致上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更强的可控性代表 AI 更能听懂人话啦，按照你比较复杂的要求去生成内容，然后风格的选择也更多元。这背后的技术细节虽然还没完全公开，但效果已经让人蛮印象深刻的了。技术听起来确实往前跨了一大步，但更有趣的是 OpenAI 不只是升级模型，还推出了一个独立的 App， 叫做 Sora App。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奥特曼逛夜市的影片，据说就是用这个 App 做的。这个操作就让人有点好奇了，他们想干嘛？对，这步棋确实很有意思。从目前释出的资讯来看呢，Sora App 的定位好像是想做成一个专门生成和分享 AI 内容的社群平台。社群平台？对，它的界面设计有点像 TikTok 或 Instagram Reels 那样，主打短影音、演算法推荐。但最根本的区别是，这里面的内容，全部都是 AI 生成的。全部都是 AI 生成？哇！对，一开始只在美国、加拿大试水温，后来也扩展到了日本跟南韩。一个纯 AI 生成内容的社群平台，这听起来有点实验性。那里面最特别的功能，应该就是那个角色客串 （Character Cameos） 吧？这到底怎么玩啊？这个角色客串确实是 Sora App 的最大卖点，同时也是争议点啦。简单来说，使用者可以上传一段包含自己的短影片，是本人的影片吗？对，本人的影片，然后让 Sora AI 去学习你的样貌啦、表情啦，甚至一些习惯的动作。学习完成之后，你就拥有了一个所谓的数位分身。然后呢，你本人或者你授权的朋友就可以把这个数位分身植入到任何用 Sora 新生成的影片场景里面。哇，听起来就像是你可以随时随地出演任何 AI 创造出来的奇幻场景。差不多是这个概念。OpenAI 有展示过实际的例子吗？有的，他们有展示过一个叫做 Lil Krabby 的卡通螃蟹角色，就可以把它放到各种不同的 AI 生成背景里面去。那除了这个核心的客创功能， Sora App 还有一些配套的设计，像是可以自动把很多段短视频串接起来的，叫做影片接龙 Stitching。还有一个显示哪些影片最受欢迎、互动最高的排行榜 Leaderboard， 感觉就是想营造那个社群的互动感跟竞争感啦。这听起来 OpenAI 不只是想做个工具，他们好像是想打造一种新的社交模式。资料里有提到叫生成式社交吗？ Generative Socializing？ 很有可能是这样哦。他们似乎希望 AI 创作不只是单向的内容消费，而是变成朋友之间互动、共同创作的一个新画布。想法是蛮好的啦，希望借此让人们线上的互动更有意义，而不是只是漫无目的的滑手机。但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了，一个完全由 AI 生成内容构成的平台，真的能够建立起有意义的、真实的人际连结吗？对啊，这是我最大的疑问。如果我看到朋友分享的影片，主角是他没错，但背景剧情全都是 AI 掰出来的，这种连结算是真的吗？
听说 OpenAI 内部，对，这个也有过挣扎。没错，根据报道啊，OpenAI 团队内部也曾经激烈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全是 AI 内容的动态墙，会不会反而让人们跟现实脱节？但他们后来似乎认为，角色客串这个功能是关键的解方。哦，为什么？我的朋友放在哪个有趣的场景里面，这种参与感，还有那个共同创作的过程，或许能带来新的社交火花吧。甚至有内部员工回馈说，在测试阶段，因为这个功能还认识了新同事。哇，听起来是把人的元素重新放回 AI 生成的内容里面，来强化那个连结感。但这里面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肖像权跟隐私。如果我的数位分身被朋友乱用怎么办？这的确是个隐忧啦。所以 Sora App 在设计上有加入了那个权限管理的系统。使用者可以明确设定说，谁有权限可以用你的数位分身来创作影片，而且可以随时撤销授权。这算试图在提供趣味性的同时，也兼顾基本的控制权。对，算是啦。不过这种机制的有效性到底怎么样，可能还是要等实际推出之后，大家用起来才知道。好，那这个角色客串功能虽然听起来很新奇、很有趣，但也马上就踢到铁板了。有一家名字一模一样的公司，就叫做 Cameo， 马上就对 OpenAI 提告了。我们先厘清一下，这家 Cameo 公司是做什么的？这家 Cameo 公司啊，它是一家在2017年成立的影音平台。他们的核心业务是让一般的粉丝可以付钱，请到各种领域的名人。哦，名人。对，可能是演员啦、运动员、网红等等，请他们录制一段客制化的短影片，比如说生日祝福啊、加油打气呀之类的。原来如此，是一个名人版的客制化影片服务。对，他们算是把名人互动商品化的先驱。那他们控告 OpenAI 的理由是什么？就只是因为名字一样吗？主要是商标侵权。Cameo 公司的主张大概有几点。第一，他们认为 OpenAI 用 Cameo 这个词来命名这个角色客串功能，会让消费者搞混，误以为 OpenAI 的服务跟他们公司有关，或者是他们授权的。第二，也是他们可能更担心的，就是这会稀释和玷污，这是他们用的词 dilute and tarnish 他们多年辛苦建立的品牌形象。稀释和玷污。对，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品牌跟潜在的，比如说劣质的 AI 生成内容，或者是更敏感的名人声伪影片，也就是 deepfake 扯上关系。听起来不只是名字的问题，他们更担心 Sora 这个功能会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意。没错，这恐怕是更深层的原因。Cameo 公司认为 Sora 的角色客串功能允许使用者创建任何人的声伪化身 Deepfake Avatar。虽然目前是针对普通用户，但未来很难保证不会扩及到名人嘛。对，这等于是用 AI 复制了他们以真人名人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当然就构成了直接的生存威胁。Cameo 的执行长 Steven Galanis 有公开表示说，他们之前试过跟 OpenAI 沟通，要求对方不要再用 Cameo 这个名字，但 OpenAI 拒绝了，他们才决定提告。他们甚至指控 OpenAI 是故意选这个名字来蹭热度。是的。Cameo 这一方认为 OpenAI 是刻意且蓄意的选择 Cameo 这个词，就是看中这个词在娱乐产业中已经有那种名人短暂现身客串的意涵了，还有 Cameo 公司本身建立的品牌声誉，想借此快速打开市场。哇，那 OpenAI 这边怎么说？他们承认是故意的吗？ OpenAI 的官方回应是说，他们不同意 Cameo 公司的指控，然后会在法庭上捍卫自己的立场。他们的发言人 Oscar Hans 特别强调了一个法律上的观点，他说没有人能对 Cameo 这个常用的词汇拥有专属的权利。那有内部消息指出了OpenAI 选择这个名字，主要是想凸显这个功能，允许用户在 AI 影片中进行客串演出的那种互动特性，并不是冲着 Cameo 公司来的。这下就有趣了。
一边是既有的业者在捍卫自己的品牌跟商业模式，另一边是科技巨头主张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词汇。这官司背后其实反映了更大的冲突吧？的确是，这场官司可以说是冰山一角，它直接点燃了 AI 生成内容跟我们现在的法律伦理规范之间越来越多的矛盾点。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得更广一点来看的话，首先就是那个声伪技术 Deepfake， 它的滥用风险跟同意权的问题。角色客串本身就是一种声伪的应用嘛。没错。虽然 Sora App 设计了权限机制，但核心的问题是，当 AI 复制和修改个人影像变得这么容易的时候，那个未经同意就被滥用的风险就大幅升高了。对，这很可怕。这也是为什么国际上像欧盟的那个人工智慧法案 EU AI Act 会特别要求说，你用声伪技术生成的内容必须要明确揭露。Cameo 告 OpenAI 本身就是肖像权、品牌权跟 AI 技术冲突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了。完全正确。再来就是吵翻天的内容版权问题。这个问题很大。对，生成式 AI 的训练需要吞掉天文数字般的资料，那这些资料从哪里来？有没有经过授权？这一直都是一个巨大的法律地雷区。最有名的案例就是那个《纽约时报》控告 OpenAI 和微软嘛。对，有印象。指控他们非法用了数百万篇受版权保护的新闻报道来训练 ChatGPT 跟其他的模型。那国际上对于用这种受版权保护的内容来训练 AI 是怎么看的？有共识了吗？还没有全球统一的共识，但有一些重要的立法和讨论正在进行中。例如说，欧盟的数位单一市场著作权指令 CDSM Directive 里面针对文字与资料探勘 Text and Data Mining 简称 TDM 提供了一些例外的状况，允许研究机构等等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为了科学研究这些目的，去使用受版权保护的内容进行探勘。有例外。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指令也赋予了内容权利人可以明确选择退出 opt out 的权利。opt out。对，也就是说，版权方可以公开声明说，我不允许我的内容被拿去用于 AI 训练。原来如此。那在美国呢，新闻媒体联盟也发表了白皮书，强烈主张说 AI 公司用新闻内容来训练模型，不应该被视为合理使用 fair use。所以这场版权大战，才刚开始而已。听起来就很复杂了。那除了这种外部的版权问题啊，如果企业内部开始用像 Sora 这样的工具，好像也有内部资料外泄的风险。对，这是另一个非常实际的风险。之前不是有新闻说，韩国三星有员工为了让程式码更优化，把包含公司机密的那个原始码贴进了公版的 ChatGPT， 结果就导致营业秘密外泄了。哇，这么严重？对啊，因为很多公开的 AI 平台为了要一直改进模型，可能会储存使用者输入的提示词或是上传的资料，然后用在后续的再训练。如果这些输入的内容包含公司的敏感资讯，那风险就非常高了。所以企业要如何导入 AI 工具，那个资安控管一定要跟上才行。绝对需要，要不然就是选择有提供更强隐私保护的企业版服务，要不然就是考虑在内部网络部署私有的模型，才能降低这种营业秘密外泄的风险。了解。那最后一个也是大家最直观感受到的风险，就是眼见不为凭。AI 生成的内容越来越逼真，那个假讯息诈骗要怎么防啊？这个确实是最让人担忧的问题之一啦。你想想看 ，Sora 或 Veo 产出的影片，如果跟真的一样，被有心人士拿去制作假新闻、抹黑别人、进行金融诈骗，甚至干预选举，那个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所以，内容来源标示 provenance 还有浮水印技术就变得很关键。那 OpenAI 和 Google 在这方面有做什么吗？他们的影片会标示是 AI 做的吗？
他们都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啦，也提出了一些技术方案。根据资料 ，OpenAI 是说会在 Sora 生成的影片中嵌入符合 C2PA 标准的数位内容凭证。C2PA 对 ，Coalition for Content Provenance and Authenticity， 这就像是影片的身份证，可以验证来源还有没有被修改过。同时，他们也会加上肉眼看得到的浮水印。而 Google 的 Veo 呢，是采用了他们自家的 SynthID 技术，这是一种隐形的数位浮水印。隐形的，对，据说可以在不影响画质的情况下嵌入影片中，而且很难被移除。哦，听起来很厉害啊！等于是在技术上努力增加透明度跟可追溯性，但这能完全杜绝滥用吗？技术手段是重要的一环啦，但很难说能100%杜绝。这还是需要搭配法律规范，像我们刚刚提到欧盟 AI 法案强制要揭露深伪内容，还要使用者平台的媒体素养教育等等，多管齐下，才可能比较有效地遏制不实讯息的传播。听完这一整串，感觉 Sora 2技术上的突破很惊人，没错，但它同时也好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样，释放出各种复杂的法律、伦理和社会挑战呢。那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发展？从技术趋势来看，蛮有趣的一点是，虽然 Sora 2和 Google Veo 3在具体的实现方式上可能不一样，但他们追求的目标，其实非常一致，都是更逼真的物理模拟、更好的时间连贯性、更强的可控性，还有影音同步生成。这显示了顶尖的 AI 影片生成技术，它的发展方向正在快速的趋同。但他们的市场策略或者说他们讲故事的方式好像不太一样哦。非常不一样，对，这点很值得玩味。OpenAI 总是喜欢描绘一个很宏大的愿景嘛，他们不只把 Sora 看作一个工具，甚至还暗示说，这是通往通用人工智能 AGI 的重要一步。而且他们选择推出独立的 Sora App， 直接面向消费者，试图去创造一个新的 AI 原生的社群和互动模式。这是一种比较颠覆性的做法。那 Google 呢？他们就比较保守一点。Google 相对来说就务实很多，他们没有把 Veo 独立出来，而是强调会把它整合进现有的生态系，像是 YouTube 的创作者工具啦， Google Photos 的编辑功能啦，或是提供给企业客户的 Vertex AI 平台。他们的策略更像是赋能，用 AI 来强化既有的服务和用户基础，而不是去开创一个全新的战场。这样看来OpenAI 好像在赌一个全新的 AI 原生应用时代会到来，而 Google 则是在赌 AI 会融入我们现有的数位生活。对，可以这么说。两种路径，哪一种会成功，现在还很难讲。这也反映了他们对 AI 未来发展路径的不同判断啦。那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 AI 监管框架也正在加速成型当中。欧盟的那个人工智慧法案已经生效了，它是目前最全面也具指标性的一个规范。对，这个很重要。它采取风险分级的管理方法，风险越高的 AI 应用，比方说用在关键基础设施、医疗、执法、教育评分这些，受到的限制跟要求就越严格。例如说，需要进行影响评估啦，确保资料品质啦，还要去为人类监督机制等等。那其他国家呢？那像美国和台湾这边的进度怎么样？美国目前还没有联邦层级的强制性 AI 法律，不过拜登政府有提出 AI 权利法案蓝图，还有由 NIST 发布的人工智慧风险管理框架，这些都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指引跟行业标准。那台湾方面，国科会也正在研拟人工智慧基本法的草案，希望能为台湾的 AI 发展跟治理定下一个整体的方向。如何在促进创新和防范风险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真的是全世界都在摸索的难题耶。今天我们从 Sora 2的技术亮点，一路聊到 Sora App 的那个社交野心，再到 Cameo 商标诉讼的风波，还有更广泛的版权、隐私、声伪和监管议题。
可以说 Sora 2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更新而已，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 AI 快速发展之下，我们社会那种既兴奋又焦虑的复杂情绪。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一起思考一下：当 AI 工具不仅能模仿我们眼中的现实，甚至能很轻易的就把你这个真实的个体无缝地植入到任何虚构的场景中时，我们一直以来赖以为生的那种真实互动，跟这种合成体验之间的界限，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呢？这对于我们在日益数位化的世界里面，人与人之间、人与资讯之间的那种信任基础，又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